臣参悟陛下殿前之官，深知陛下杀心。臣恳请陛下即刻处死郭年，以正国法。臣复议：郭年不死，法理难容。一群饭桶！朕昨晚去了居庸，亲眼看了郭年的堤坝学堂，他的心比你们谁都干净。你们为了清明逼朕杀好人，到底谁才是大奸四忠？传旨，郭年不仅不杀，官升3品，入詹事府。报！陛下，锦衣卫急奏。好，退朝！朕要留着自己慢慢品。赵大人，你跟李青山有旧，郭年到底什么来头？下官真不熟，只听李青山说他是流民，3年前填的祭籍好像是定远。定远，郭年，据他郭桓也是定远人。赵大人，把嘴闭严实了，这是天要塌了呀！朕刚想把心交出去，他竟然是郭桓的侄子。郭念，他这是在耍朕，还是在挖大明的根？骗子！朕昨天还夸他是奇才，想让他辅佐彪儿。他修桥铺路、拉官死谏，全是在演戏。他是在报复朕。郭桓案是朕的逆鳞，只要他身份存疑，他就必须死。提审郭年，给朕用重刑，朕要扒了他的皮，看看他的心是不是黑的。父皇，万万不可用刑。郭年就算出身不清，但他造福一方是真的呀。父皇常教儿臣论迹不论心，若是凭一个疑似身份就杀了他，儿臣不服。咱要杀的是郭涵余孽，不是能臣郭年。彪儿，只要他能证明自己不是郭念，咱网开一面。备车，朕亲自去。失踪时间、年龄、籍贯全对上了。郭年，你告诉朕，这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陛下，我说我不是，您信吗？朕相信。郭年，你是个大才，朕不想杀你。只要你说出一个能查到的祖宗，哪怕是个逃兵，是个流民山村，朕都赦你无罪。你说话呀，随便说个小山村也行，锦衣卫一定能查到。随便说一个就行。陛下，我说不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有记忆起就是流民，我没有家，没有族谱。郭年这名字也是我自己取的。你还在骗朕！你就是在骗朕！来人，大刑伺候。陛下，您想让我招我可以认，但您想过没有？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要受刑，那这天下的百姓，还有谁敢信您这个皇帝？给朕把嘴堵上！朕现在只想听他的惨叫。朕最后问你一次，招还是不招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朕杀郭涵九族是为了震慑天下，朕宁可错杀3000，也绝不放过一个。陛下，恐惧能让人跪下，但不能让人心服。您想要的是一个跪着的大明，还是一个站着的大明？哈哈哈哈哈！上刑！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宿主遭受到人身攻击，灵刀司命已激活，痛觉屏蔽100%，身体免疫100%。
你真的不肯承认？我不是郭念，我是郭年。父皇，郭年为人忠烈，想必此事另有隐情，还望父皇明察。停手，找太医给他看看。去把郭寒案的经手人全找来。是。朕要让他们当面认人。陛下认定你是郭桓族人，这就是死局。认了罪，或许反而是解脱。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规则里玩。我要让陛下明白，即便我是郭念，这诛九族之法也是错的。赵老头，抬起头来！像，太像了，他就是郭念啊，跟他那贪官老爹一模一样。臣敢拿项上人头担保，此人就是郭念，这就是铁证。郭年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爹贪污，你族叔郭寒更是巨贪，你们郭家从根子上就烂透了。你这出戏是为了污蔑朕的权威吗？这老李正说我像，是因为他怕死。这位张大人担保是保他的前程。陛下，我只想问一句话：向来如此，便是对吗？郭桓贪污是他一人的罪，他的3岁稚子何罪？他的远房族亲何罪？您杀了几万人，真的只贪了吗？没有，反而让官员更恐惧、更疯狂。罪责自负，疑罪从无，这才是法治的底线。如果您连这个底线都践踏，那大明律就是废纸，您所谓的爱民就是空话。郭年，朕不得不承认，你真的很会说。你说向来如此便对吗？但朕是天子，朕的规矩就是天理。农夫除草，若不挖根，春风吹又生。国家享受了贪污的果实，为何不能承担罪责？草木无心，人有心。贪婪不是瘟疫，难道会通过血脉传染吗？会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你潜伏军仪，修桥铺路，是在演戏给朕看，想动摇朕的江山根基。一家恶人出了圣人顺，始皇之后出了胡亥。陛下，血统定罪是您在偷懒，乱世需重罚，恐惧才能带来清明。既然你能耐这么大，朕就让老天爷来断。血入油，通者则荣，这是老天爷的规矩。容了，陛下，铁证如山，他就是郭念。陛下，您真的信这个？如果我说这法子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呢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敢狡辩？既然如此，咱们再试一次，找2个绝无血缘的人验一验。我看詹大人和太子殿下就挺合适。陛下，冤枉啊！臣跟殿下绝对没关系，臣没绿您啊！詹大人莫慌，看来按照这天意，您快成皇亲国戚了。陛下，因为在油里血是不散的，只要有微小震动，互不相干的2滴血也会融为一体，向来如此，便是对的吗？您信这碗油，还是信您的眼睛？
你用这无稽之谈定一个家族的存亡，难道不是草菅人命？奴才该死！押回天牢，严加看管。咱一定要找到证据。大哥哥，坏人是什么？老爷教我念人之初，后来好多凶神抓走了他，也抓了我。他们说我是坏人的帮凶，要砍我的头。我只是帮老爷磨墨，我也是坏人吗？你不是坏人，那些抓你的人才是糊涂虫。来，你与他很熟？他叫小石头，5岁，唯一的罪过是在卖身契上按了个手印。他享了郭桓的福，就得担这罪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朕杀他是为了大明的长治久安。您真的以为嘎人能断绝仇恨？您是在制造仇恨。您嘎了他，狱卒会寒心，百姓会惧您。您这不是在立威，是在把良民往死路上逼。朕是为民除害，既然不亏心，何惧报复？您是驱除鞑虏的英雄，难道胸中装得下江山，却装不下几个孩子？陛下，您怕他？朕富有四海，会怕一个5岁的孩童？秦法严苛，失期当斩，结果呢？秦二世因此事而亡。若是晚了工期，我将为你。这些孩子，就是在制造下一场大泽乡的雨。留下他们，是您作为开国皇帝的自信。您在告诉世人，陛下的大明行得正，不怕报复。好一个底气！把郭涵案中这些孩子都带走，找人家寄养，不用改名换姓。债，咱朱元璋认了，咱要让他们看看，这大明到底是什么样的盛世。咱要让天下无人想造反。明天让郭年跟我去个地方。大哥哥，老爷爷是好人吗？他是个狠人，但这一次，他想当个好人。这是前任杭州知府，朕剥了他的皮，填了草，挂在杭州大堂。郭年，看着这张皮，谁还敢贪？谁还敢伸手？这就是朕的震慑。陛下，他的继任者后来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继任者也因贪污被斩了，贪了1万两，比前任还多。朕要的是血淋淋的教训。陛下，杀人是泄愤，治国是算账，法之威不在严酷，而在不可逃脱。100个贪官只抓到1个，剩下99个就会赌命。只要让官员知道伸手必被捉，哪怕只是罚银丢官，也没人敢贪，因为代价是确定的，不是靠赌的。好，但这王怎么知？怎么保证必被捉？陛下，大明的法网之所以漏风，是因为有法外之地。臣请陛下移驾北镇抚司，去看看那法网最大破洞。若没有锦衣卫这把利叶，朕怎么知道谁在骂朕？陛下，刀是杀敌的，但如果没有鞘，就会伤到握刀的人。锦衣卫只听皇命，看似忠诚，但若有一天皇帝年幼，这把刀落入权阉之手，便是乱国祸根。官员这么多，朕看不过来，王怎么知？靠百姓，设立直宿余，申报财产，上任多少钱，离任多少钱，一查便知。天上有御史，地下有百姓，
中间有制度，这就是天罗地网。好，郭年，修法之事交给你了。但明天早朝，朕给你最后一次辩论身份的机会，不要让朕失望。郭年连祖宗都说不清，疑似巨贪余孽，养虎为患，当斩！大明讲究根正苗红，你连祖宗都不认，何谈忠君？泰山不让土壤，不能成其大。秦王若只看出身，何来李斯？何来一统天下？我是没有根，但我有心。我修的堤是真，救的人是真。陛下，您起义时，徐达、常遇春哪个是世家子弟？英雄不问出处，而您根正苗红的臣子，却在害民，因为心比血重要。死罪可免。你说大明律不公，那你告诉朕，这最大的特权阶层到底在哪儿？宗室。放肆！宗室乃国之屏障，朕的骨肉，你是嫌命长了。陛下，秦王朱惠在西安虐杀宫女，晋王朱庞在太原圈地杀人，御史的折子堆成山，您管了吗？平民犯法株连，宗室杀人却成了家事。难道大明律只管百家姓，不管朱家吗？他们是朕的亲骨肉，朕总不能像杀贪官那样杀了他们。陛下，臣没让您杀子，但特权可以有，不能没有底线。藩王在封地就是天，这才是祸根。臣有三策，既不伤父子情，又能正国法之威。第一策，异地羁押，收回治权。杨大人，西安府命案，若是王府家奴所为，知府敢抓吗？不敢。去王府问话，都得在门口跪着。藩王在封地，既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，谁敢管？凡藩王涉重罪，剥夺封地特权，由锦衣卫持天子剑，将其押解回京。把他们从那个舒适圈里拉出来，离开那堵高墙，他们就不是天，只是大明的臣。你要让朕的儿子像囚犯一样游街，让天下人看朕的笑话？不行！陛下，您是要脸面，还是要江山？抓他回京，是切断他与封地的联系。离了老巢，他就是犯错的逆子，是打是罚全凭您一句话，这叫釜底抽薪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此策可行，只有让他们知道怕，宗室才不会烂穿大明的根。第二策，另立新法，划定红线，在大明律外另立宗室律。杀人者圈禁终生，用自由偿命；贪墨者10倍罚银，降为庶人，用富贵赎罪。这就是要把老虎关进笼子。朕的江山会被自家人吃垮。第三策，削减卫队，收归兵权。
郭年，你是要朕自断手足？谁来挡北元？谁来守江山？你是想让朕的儿子任人宰割吗？老虎有牙，可以咬敌，也可以咬主人。您在时，他们是忠臣；您100年后新君继位，面对一群手握重兵、辈分极高的叔叔，他能睡得安稳吗？一旦有了异心，拱卫京师的兵马就会变成刺向大明心脏的尖刀。到那时，天下到底是姓朱还是姓朱王？老四，怎么会是你？陛下，兵权必须受剑，藩王领兵，但调兵须归朝廷。但那不是懦弱，这不仅是为了江山，更是为了保全您的子孙。你曾说这棺材是装大明的，现在你还这么觉得吗？棺材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若您听不进谏言，这便是大明的丧钟；如果您有壮士断腕的魄力，这便是贪官与乱臣的丧钟。好，朕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人敢指着朕的鼻子说大明快完了。看看你们，读圣贤书却活成了缩头乌龟。朕养你们不如养条会叫的狗。传朕旨意，赦免郭年，擢升大理寺少卿，赐尚方宝剑。郭年，朕让你去修宗室律，去削藩王兵权，朕给你顶着，谁敢拦你，就是跟朕的刀过不去。老师，年儿，你真的。老师，咱们赢了，我来接您回家。大明法治进程开启。大人，小的们来抬，小的们来背。让开！老师，上来。这怎么使的？你现在是4品大员，怎么能背我一个糟老头子有失体统？在我心里，您比朝廷任何大员都要重。这路该由我背您走出去。郭大人出来了，李青天出来了。老师，您看，咱们的情，大家都记着呢。给郭大人磕头，给李青天磕头。奇了，这断成3截的腿骨，竟然在自我愈合。李大人，您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郭大人，您真是铁打的，受了这种刑，这才几天，居然能下地了。难道世上真有一身正气，百毒不侵？言儿，这京城官场吃人不吐骨头，你性子直，为师怕你再遭不测。既然答应了陛下，就没有临阵脱逃的道理。我在京城顶着天，您在宫宁守好地，大明总会变好的。郭大人，您真不回去了？以后谁给俺们做主啊？我向你们保证，居于县以后没人敢欺负我，在京城就是你们的靠山。下官郭年奉旨上任大理寺少卿，
郭少卿是陛下跟前的红人，想必是来做大事的。正好，这儿有堆陈年旧案。周大人，这就是您给我准备的见面礼。郭少卿，这些积案涉及勋贵、豪强，甚至还有前朝烂账。您有尚方宝剑，想必这些小案子定能手到擒来。洪武8年灭门案，洪武10年粮仓案，王大人，这些案子不是难办，是你们不敢办。办案讲证据，没证据难道乱抓人？你们手里拿的是大明律，还是护官符？赵小乙，把这些卷宗搬走，少一本，我拿你试问。就为了5两银子，利滚利，滚成了50两。放贷的要抢孙子，老刘一家5口全喝了砒霜。去预支我半年的俸禄，救那个活下来的孩子，请京城最好的郎中。大人，那可是您1年的缴落，而且这案子结了3年，济世堂赖头三手里有借据，咱们没法抓呀。法律管不了合法的抢劫，那是法律的无能。查赖头三的底，查他背后的伞。凭你能送走刘家5口，那是他们命不好，还不起钱。王守仁大人都判了，与人无忧。王大人判了，但我郭年不准。你以为大明律是你的刀？今天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欠债还钱，命债也一样。白纸黑字，大明律保护契约，刘老汉自己签的手印。大人抓我就是乱罚。利息超本价1倍，那是违禁取利，带走。郭少卿，借据合法，你这是牵强轻撞；法无禁止即为可，你这是感情用事。法还有个底线，叫良知。上刑，恶人方能磨恶人。陛下准我修法期间，动用一切手段。我说，济世堂是欧阳府的产业，我是替驸马都尉欧阳伦跑腿的。大人，欧阳伦不简单，除了高利贷，他还在利用驸马特权私贩茶叶，走私北元，通敌资敌，这是动摇国本的大罪。但安庆公主是陛下最疼的女儿，欧阳伦是皇上的心头肉，您动他就是在剜陛下的心。如果不办他，我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笑话。蒋云，你敢不敢呢？跟我赌一把？赌什么？赌陛下是要这个女婿，还是要这大明江山？大人，前面出事了！谁干的？我干的！哼，这老东西不长眼，挡本少爷的路，撞死算他倒霉。我是欧阳伦的亲弟弟欧阳杰，我有免死金牌，你个4品官敢动我，就是天王老子杀了人，也得偿命。拿下！公堂种地摆灵位，郭少卿，你这是在胡闹！郭大人，那可是驸马的弟弟，罚点钱把人放了，皆大欢喜。王大人，这上面写的是大明子民的名字，如果撞死的是您的妻儿，您还愿意收钱了事吗？
姓郭的，小爷我有的是钱，5000两，10000两，开个价，小爷赏你了。你的钱沾着刘家五口的血，带证人。他明明看见老太太了，不但没停，还夹了一鞭子。证据确凿，欧阳杰当街杀人，按律当斩。我不服，我有铁券，太祖爷发过铁券，只要不谋反，死罪皆免。你杀我就是抗旨。既然你提到了铁券，那我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。你以为他真的是你杀人的护身符吗？免死，我有铁券免死。铁券免死，免的是持有者本人。大明律，子孙犯法，不在此。欧阳杰，你想用你爹的功抵你的命，这笔账大明律不算。将罪犯欧阳杰押入死牢，3日后斩立决。这哪是修法，这分明是拆房。他这一刀下去，伤的是安庆的心呐。父皇，您给郭年尚方宝剑，不就是让他做那把斩断私情的快刀吗？当街杀人，若因为他是皇亲就放了，百姓如何看大明律？罢了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样子还得装。既然他敢做恶人，咱就成全他。那个郭年是个疯子，他为了立威拿咱们家开刀，污蔑二弟纵马杀人，还要斩首。公主，他是要踩着欧阳家往上爬呀，他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。备车，我要去找父皇评评理，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狂徒。父皇，那个郭年不是人，他打断了二弟的腿，还要判死刑，他这是在打咱们皇家的脸啊！实话说，你那个好小叔子，挥鞭加力撞死6旬老母，好个欧阳伦，自己屁股不干净，躲在后头把你推出来当挡箭牌。他不仅在利用你，他是在利用咱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！父皇，你自己看，你夫君背地里放高利贷、开赌房，甚至私贩茶叶资敌叛国。他把你当枪使，拿你当奥参粉，你还在这儿为他求情。安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若放了欧阳杰，大明律法何在？郭年以后如何办事？爸，朕给你面子，暂缓行刑，但这案子交由大理寺重审。安庆若真是故意杀人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就别再来求爹了。郭少卿，父皇已下旨重审，你为何还扣着人不放？陛下说重审，没说放人。本官已审毕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欧阳杰3日后5时斩首示众。你这是公报私仇！你敢动我欧阳家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驸马爷，您跟我谈报应，刘家5口人的冤魂就在您头顶看着呢。我背后站着的是大明律，是天下万民的公道。郭大人，花花轿子人抬人，你若高抬贵手，以后有钱大家赚，有官大家做，何必为了几个贱民把路走窄了？路窄不窄，走过才知道。但在我这儿，贱民的命比你的金山银山要重得多。我不需要喝人血吃人肉的朋友。谁再敢替杀人犯求情，死同包庇，按律当诛。蒋莹。谁敢乱说话，不用请旨，先斩后奏。驸马爷，您的茶叶生意最近不错啊，小心到时候连本带利都吐出来。你哥现在自顾不暇，他更希望你永远闭嘴，饭菜看仔细了再吃。杰公子，驸马爷让小的带话，他在宫里为您求情呢，吃点好的补补。程雄，你竟敢在牢里害人！他要
弄我亲哥要弄我。你把他当亲人，他把你当弃子。为了掩盖茶马护士的勾当，他已经亲自送你上路了。我要见皇上，我要告发欧阳伦，茶叶走私、银两去向，我全知道。过年，求你救我！你的命是刘家5口人的，我没资格替死人原谅你。锦衣卫已经查到了实证，你的口供只是锦上添花，换不了你的命。但我可以给你个报仇的机会。你是想在这儿等死，还是想在临死前亲手撕下你哥的画皮，让他给你陪葬？杀了我叔子，还要我们去观礼，这是在打皇家的脸。必须去，本驸马倒要看看他郭年在搞什么鬼。若二弟已死，我便参他个滥用私刑；若二弟没死，我当场压死他。郭年，本宫在此，你还不滚下来迎接？公主殿下，这里是刑场，只有国法，没有家法。时辰紧迫，两位既然来了，请入座，观礼。带人犯欧阳杰。百姓不信呐，他们不信咱的大明律管得住权贵。彪儿，人心若散了，江山就悬了。父皇，儿臣觉得郭年的刀恐怕不只是要杀人，还要斩断某种东西。洪武12年，强占田产，打断民腿；洪武13年，逼良为娼，致人头颈。3日前，纵马撞死刘氏，55条重罪，桩桩件件铁证如山。你可认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认，我全认，我是畜生。但我有个秘密，我要戴罪立功，只要能饶我一命，我什么都说。你的命不是筹码，死者不能复活，你的血只能用来祭旗。戴罪立功，大明律不接受死囚的买命钱。过青天，斩！欧阳伦，你想灭我的口？做梦！我哥欧阳伦私贩茶叶铁器给北元鞑子，他通敌卖国，我是打手，他是主谋。好个郭年，这一张请柬请的不是欧阳伦，是咱。他把这件事摆在万民面前，是让咱没法回头，必须大义灭亲。这性格，这手腕，怎么感觉郭年才更像父皇的亲儿子？一丘之貉，这小子咱是越来越喜欢，也越来越讨厌了。斩！彪儿，这小子是在逼咱，他把咱架在火上烤，逼咱做这个大义出亲的圣人。他这是把路走绝了。若父皇不动欧阳伦，这漫山遍野的民意便能化作烧掉皇权的火。欧阳杰已伏法，但罪恶并未终结。欧阳伦，济世堂的真东家，通敌的罪魁祸首。你杀我叔子不够，还要污蔑我夫君！我是公主，他是驸马，大明律管不到。请问陛下，这大明律到底管不管得了驸马？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欧阳伦，咱把最疼的女儿嫁给你，你却放高利贷逼死百姓，走私茶叶资敌冒国，你对得起咱吗？革去驸马职务，打入死牢，查封欧阳府，家产赔偿受害百姓，安庆禁足，无诏不得出。父皇，那是您的女婿啊！
您怎么能为了那些蝼蚁要杀自己的亲人？那是叛国大罪，咱若不杀，如何对得起天下百姓？我不听，什么百姓？我们是皇族，我们生来就比那些贱民高贵，杀几个人怎么了？贪点钱怎么了？您若不放他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安庆，你太糊涂了！你以为父皇是在杀他？父皇是在救大明的根基。高贵不是用来杀人的。当你的这种高贵成了吸血的虫，那大明离亡国就不远了。唉，彪儿，去传旨给郭年，不用审了，一律办事。既然你们要杀他，那我就杀了郭年！你敢动他一根汗毛试试？郭年是父皇亲自提拔的能臣，谁敢动他，就是跟父皇作对，跟我作对。来人，带下去，禁足公主府。彪儿，你做得对，安庆是被惯坏了，让他清醒清醒也好。郭年，我留你究竟是对是错？买口棺材，要上好的楠木，给欧阳杰的。指挥使史大人说了，你是居隐义民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陛下也吩咐过，照顾居隐百姓。路过这里，闻着酒香就进来了。六叔，我想讨口浊酒，这儿比朝堂干净多了。六叔，帮我带封信回居庸，告诉老师，告诉乡亲们，我郭年没给他们丢脸。这大明律的刀，我在磨着，谁敢欺负老百姓，我就敢砍。好，年儿长大了，他是这大明的脊梁啊！李大人，大喜！锦衣卫押着当初贪墨修堤款的狗官到了，皇上下旨送到军如公审。快推我出去！我要亲眼看看这群吸血的畜生到底长什么样！奉陛下口谕，此三人贪墨修堤救命钱，交由李大人及巨儒百姓公审，杀伐决断，全凭大人做主。抬起头来，1000两银子到了我手里只剩下100两。你们贪的不是银子，是3万户乡亲的命。不用朝廷刑具，就用百姓的扁担，让他们尝尝被欺压的滋味。六叔，别哭了，仇报了，陛下还是惦记着你们的。皇上离咱们太远了，咱们看不见他，他也看不见咱们。皇上是天上的日头，虽然大，照不到咱这阴沟沟里，只有李大人和郭大人才是咱们身边的火盆。皇帝太远，父母官很近，原来真正的天心是在这些泥土里。言儿，为师守土保平安，你修法为万世开太平。刚极义者人心难测，不可不防。你我师生一场，能有你这样的弟子，为师很欣慰。老师，我也想柔，但现在我必须再刚一次。这是你娘生前最爱做的菜，吃吧。父皇，你要杀他，他是你外孙的爹呀，孩子还这么小。父皇，救我！看在夫人的份上，帮帮我！欧阳伦，你放高丽丽通敌骂国的时候，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？
是过年陷害我。父皇，您不能信外人，不信自家人啊！带下去，赐全尸是咱最后的恩典。不，父皇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彪儿，咱是不是太狠了？若你娘在天有灵，会不怪咱？父皇，您是给天下人立规矩，特权如果不关进笼子，明天吃的就是大明朝。好，你心里有杆秤。欧阳伦只是开始，郭年那小子修的法才是真正的紧箍咒。郭爱卿，宗室律修得如何？那些儿子们犯错，贪多少罚银，杀人怎么圈禁，这些细枝末节，你可想好了？回陛下，您可能误会了，臣修的不是修修补补的规矩，臣修的是大明宗室改革术。臣提5大改策：正律明刑，定路限席，分兵限权，废除禁令，阻滞流活。咱让你给儿子锦龙游，你倒好，你想杀马先马厩。郭年，你这是在造反！警报！警报！明刀司命连续破碎。陛下，小修小补救不了大明，法若有特权，则法已死。臣今日不仅论法，还要算账。这红圈是秦王府，这红点是被秦王折磨致死的宫女，胭脂的幼童，强抢民田饿死的关中百姓。放肆！秦王千金之躯，陛下已有继妃路申斥。你竟敢将秦王比作泼皮！詹大人，秦王是千金之躯，那这些黑点呢？他们是大明的血肉。陛下，您的继妃路只是家法，可杀人是大明律管的事。臣请陛下看下一处：太原晋王。詹大人管这道小错，普通百姓贪60两就要枭首示众，剥皮填草。可秦王、晋王犯下累累血案，陛下只给一纸申斥。老子管儿子，天经地义。你是在教咱做事？您是父亲，更是君主。您若践行刑不上宗室，大明律法就是流沙上的废墟。那依你之见，咱该怎么做？剥了儿子的皮？臣的第一策，正律明刑，废除地方官无权过问之旧规，凡重罪由宗人府会同3法司会审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宗室犯法，属官廉洁，斩断这些爪牙，藩王自然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。陛下，臣的第二策，定路限席。咱大明现在的钱粮，养不过200年后的朱家子孙。咱大明富有4辖，难道养不起自家几个闲人？陛下，现在只有58人，但按祖制，朱家子孙嫡位接养，世袭罔帝，第1代几个亲王，第2代几十个郡王。200年后，大明宗室将暴涨至数十万人。数十万人，每年岁禄需850万担粮食。可现在大明每年漕运入京的粮食
撑死了才400万担。陛下，到那时，大明是朱家人的天下，还是朱家子孙的祭坛？陛下，您用有限的财力供养无限繁殖的特权，这艘船迟早会沉。为了养宗室，朝廷只能克扣军饷，加征赋税。到那时，良田尽归王府，重担全压在连树皮都吃不上的百姓身上。咱的地，咱子孙大不了家父，天下的地都是咱的。陛下，您最清楚饿肚子的滋味。如果您不是大明天子，如果您还是当年那个父母饿死、草席裹尸的朱重八，面对这样一个吃人的大明，朱重八，你会造反吗？明刀司命连续破碎100把。咱真的错了吗？你有何解？臣的第二策，定路县袭，改世袭网制为嫡长袭爵、余子将等，亲王嫡长子袭王位，其余庶子逐代将等。相至中位后，岁禄减至50担，汉武帝的推恩令。但这更狠，是在砍俸禄。其二，定宗室禄米总额红线，大明每年收多少粮，拨给宗室的比例必须锁死。如果朱家子孙想吃得更好，就不能只靠国库，而要让他们自食其力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传旨，重修宗室禄米法，嫡长袭爵、余子将等，谁敢多要1粒米，咱剁了他的手。这一次不会再让朱家子孙变成当年逼死父母的恶龙。第三策，分兵献权，断篡逆之由。多年，他们是姑的亲兄弟，血浓于水，岂会做出大逆不道之事？陛下，您在祖训里写：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则亲王训兵讨之。”您以为这是保驾护航？不，这是给藩王发了一张合法的造反证照。外臣反，是谋逆，天下共击之。亲王反，叫家务事。到那时，满朝文武谁敢帮着侄儿打叔叔？他们不需要理由，只要喊一句清君侧，就能名正言顺杀向金陵。他们的名义不是造反，而是奉天敬难。陛下，权力面前无父子。您觉得新君会善待藩王，可新君为了自保，必然削藩，这就是猜疑链。当叔侄在死亡螺旋中拔刀相向，那就是大明的第一场浩劫。陛下，皇帝防宗室，就不敢用宗室，宗室成了废人，皇帝只能靠外臣。詹大人，您觉得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很美，但您忘了，陛下已经废了宰相。后世皇帝若无陛下这般神力，政务必然瘫痪。文官会结党，会党争，
会将圣人教诲当成擦屁股纸。当宗室不能用，外臣信不过。皇帝为了夺回权力，只能信任身边的太监。陛下，您废宰相，皇权成了光岗司令；您防宗室，皇权成了孤家寡人。当皇帝需要刀去砍文官，却发现身边只有太监时，这就是您亲手设计的体系孕育出的畸形怪物。9000岁，咱立过铁牌，内臣不得干政。规矩是死人定的，活人走投无路时，谁还管铁牌？告诉您，这局怎么破？藩长手边是利刃，但利刃必须入鞘。其一，削掉兵权。护卫军最高3000，绝不可超。藩王可统兵，但无陛下圣旨，无兵不坑河，擅离防区者，皆以谋反论处。我们要从法理上彻底收回那张清君侧的合法造反巨报。儿臣有一担忧，恐藩王与边关将领沆瀣一气。其二，定轮数制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王，每3年轮换一次防区。燕王去大同，晋王去辽东，没有了长期的恩威并施，他们拿什么收买军心？其三，防圈禁，开生路，允许宗嗣入边军，用军功换前程。除非陛下觉得朱家子孙没了特权，就没胆量和北元鞑子拼命。胡说！朱家后人当为前锋，杀贼夺功。发现问题是谏臣，解决问题是能臣，既发现又解决。郭年，你是栋梁，郭年辅佐彪儿，大明必定强盛100倍。但若彪儿不在，此人必杀之，否则功盖盖主。其四，废除禁令，让他们自食其力。咱给他们钱，给他们地，让他们乖乖当个富家翁。他们既不反又不乱，怎么就成了你嘴里的寄生阶层？陛下，树荫下的树苗长不高，您定下禁令，不许他们科举、经商务农，您觉得这是给他们脸面？您看太子殿下，您为何让他监国、批奏征？因为您知道，不经风雨，他扛不起这江山。可您把其他子孙关进王府，断绝他们自食其力的所有途径，他们这辈子只能干2件事：疯狂生孩子领岁禄，疯狂并土地贪财。这不叫体面，这叫养猪。就算养着，那也是咱朱家的种，丢了皇家的颜面去田里刨食，那成何体统？陛下，您太迷信血缘了。民间有云：一表3000里，五福出皇城。第1代是亲儿子，第10代呢？他们不过是顶着朱姓的陌生人。您拿着百姓辛苦种的粮，白养一群跟您毫无感情、只会吸血的陌生人。陛下，您向来精打细算，这笔账亏不亏？最可怕的是，第2册锁死了1/10的岁禄红线。现在养50人是山珍海味，200年后养50万人，那是只能分到一口馊饭。那时候，他们不许经商种地，只能在王府高墙里抢饭吃，甚至会为了活去当下人。杀绝朱家，还我血汗粮！为什么？百姓为什么这么恨咱的后代？因为他们就在百姓身边压榨，却什么都不干。郭年，你说的对，
咱既然在养猪，那你说说，这猪该怎么养成龙？其一，五福之外，相为平民，自食其力，大明不养闲人。其二，立宗室考成制，10岁入宗学，文考经义，武考弓马，不合格者岁禄减半，连续3年不合格者废为庶人。父皇，郭年此法是救命良药，遇不着不成器，不学无术者不配吃皇粮。其三，灾年减禄，与民同悲，凡遇大灾，藩王岁禄一律减半，用于赈灾。天灾与咱子孙何干？凭什么让他们挨饿？因为他们姓朱，他们享受最高供养，就必须承担最大责任。陛下，这叫花小钱买万世太平。只要百姓觉得皇室与他们一条心，天塌下来，他们也会护着大明。好，准了！即日起废除从业禁令，立规考成。从今往后，大明宗室不再是猪，而是见风雨的真龙。陛下，前4策皆是治标，若要开万世太平，臣还有最后一策。臣要动的是陛下钦定的皇明祖训，一字不可改易。言更变者，以奸臣论处，这是咱给子孙立的命门。若祖制可随意更改，天下还是朱家的天下吗？检测到致命威胁，启动保命程序。本次明刀破碎数量10次。郭年，你竟敢大逆不道，坏天下纲常！詹大人，若死守祖制，天下为何不是大秦大汉的天下，而是大明的天下？陛下，历史洪流滚滚向前，200年后，若大明已病入膏肓，后世君臣却因为您这8个字不敢开药救命，那您的祖训就不是护身符，而是大明的裹尸布。郭年，你既说前4策能救大明，现在又让咱留改规矩的口子，难道你自己也觉得那些良策是废纸？陛下，臣只是凡人，臣能看清100年，却看不透万里。信汉读书人缺书，所以广种竹子治竹简。种竹错了吗？没错。可几百年后发明了纸，若皇帝死守种竹祖制，不准后人造纸，那大明就只能背着沉重的竹简，停滞不前。臣的前4策是为您种竹，这第5策是为您求后人造纸的权利。口子一开，野心家便会借变通之名篡改祖制，欺负咱的子孙。这个责任，你担得起吗？陛下，您怕后人欺负您的子孙，可如果您用改祖制者以奸臣论把大明锁死，您的子孙连被欺负的机会都没有了，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明等死。您是在用您的威严逼着大明送死，要颜面大明亡，要大明颜面丧。原来咱的祖训最后会变成勒咱子孙的白绫。郭年，朕向你求一个答案，既保住咱的威严，又给后世留活路。若给不出，朕今日要杀你！陛下，局在明与实，祖训的核心是江山永固，这是本，万事不可动。但发多少俸禄，怎么习节，能不能经商，这些是末，是细则。臣建议明书2句：祖制核心不可动，宗室细则可酌改。口子开了，
若昏君乱改，若权臣欺压后代，该当如何？定10年一核，30年一条铁律，由三法司核查，30年公开廷议一次。陛下，您此刻削减他们富贵，是为了防100年后他们被愤怒的百姓清算屠戮。这哪里是薄情，这分明是您身为朱家老祖宗对子孙最深沉、最长远的大爱。好，这个礼好。王狗儿，研墨，取祖训副专来。凡辩空者，不以奸臣论。陛下，变法能否长久，全系于储君一身。臣恳请，凡立储者，成年后必须下放6部历练，巡视9边，微服体察农桑。生于深宫，长于妇人之手者，纵是嫡长，亦不可托付江山。儿臣恳请父皇录入祖训，作为历代储君必修之课。好，郭年，你这5策杯杯都紧脑。郭年听旨，朕特设一新衙门宗宪司，由你出任首任宗宪司都御史正3品，凌驾宗人府之上，专司稽查宗事，可直接密奏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先别急着谢，咱记得你在巨银为了修堤借了高利贷，82两银子至今未还，蒋莹已经替你还了。那黑钱庄也查封了。郭年，你把百姓当家人，咱就不能小气。赏白银500两，京城赐宅一座，10日内把改革书送上来。退朝。丁，补充明刀司命制800枚，甄氏之眼初级发放。郭都御史，下官之前有眼无珠，您千万别见怪。下官对您的佩服真是五体投地。詹大人，少揣摩圣意，多揣摩民心，路才走得远。凭什么？我们是亲儿子，凭什么要跟其他人一样去当兵种地？郭年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骑在老子头上拉屎？13弟，慎言。皇爷爷既然准了，必有深悟。郭大人也是为了大明计。什么大明计？我看是挖咱家的肉。等着吧，这里是京城，是朱家的地盘，轮不到他撒野。削藩，说得好。叔叔们若不暴躁，这大明的江山，朕将来如何坐得稳？敢做事，才是这大明朝最大的规矩。过年是火，我是冰。冰若凑近火，只会化成一滩烂泥。赵兄，您跟郭大人可是同乡，这层关系，只要您点个头，咱们以后还不起飞？如海啊，做个东，请郭大人吃顿便饭吧。宗室改革对咱们户部是天大的功劳，咱们得好好商量配合。尚书大人，下官怕是请不动。下官虽与郭大人同乡，但志趣不同。他是天上的鹰，我是地上的鸡，强行凑上去只会污了他的羽毛，也显得咱们户部只会攀附权贵。真是个榆木脑袋。李青山，等我。这一次我不带官威，只带浊酒，去说说那些碎掉的梦。公主，喝点吧。你要是走了，孩子怎么办？他在朝堂上说，宗树是寄生虫，逼着父皇大义灭亲。他这是拿朱家人的命换他一个人的青史留名啊！过年，我要杀了他！郭年是一把好刀，
正好替允文拔掉那些叔叔的牙。但他离太子太近了，如果不让他彻底得罪宗室，如果不逼他走投无路，这把刀又怎么会乖乖听我使唤？娘，儿臣觉得太傅将孟子君为亲很危险，就像郭年，他太狂了，若不驯服，必成大患。所以，我们要让你13叔去试试他的斤两，明天去跟你13叔聊聊。聊安庆姑姑的惨状，聊欧阳伦没送成的那匹汗血马，再聊聊郭年骂宗室是猪，一石二鸟。若郭年被朱贵踩在脚下，他便没资格入眼；若他废了朱贵，那他就彻底绝了回头的路。除了咱们母子，大明再无人能保他。13叔，姑姑哭笑了。姑父死前还念叨那匹汗血宝马，可惜被郭年断了。郭年还说咱们都是猪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敢骂本王是猪！本王这就去宗宪司，本王要亲手劈了这个狗奴才！他在均匀留下了石碑，李青山留下了名。我在这世上钻营半生，除了户部那几本烂账，我留下了什么？老百姓的账算得最清。没流过血，凭什么把你当神敬着？老赵，你这身子骨还是这么虚，大老远回来累坏了吧？出尘风大，容易迷眼。青山，我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我学会了闭嘴，学会了同流合污，我这大辈子的官白当了。你是想活下去的普通人，守住了底线，没害过无辜。老赵，这世道难，你有什么错？莲儿是一团火，他把自己烧成灰，可不能要求天下的官儿都去跳火坑啊！你看那山，年儿烧过的地方又长出新草了。